不要再把那個乾巴巴的錄屏發出來了哈。說實話，就跟看 PPT 一樣無聊哈。今天教大家搞定這一套東西，不用去學什麼複雜的專業剪輯軟件哈，就用這個免費的開源工具叫 OpenScreening 啊。它能夠做什麼呢？簡單來說哈，就是幫你把錄屏幕這件事情做成看起來是那種很貴啊、很高大上的教學視頻，帶圓角、帶陰影、鼠標自動放大跟隨，全套流程它一個軟件包了哈。我們直接就開始，首先去 GitHub 哈，在右側找到 Release 發布版本，你是 Windows 就直接點那个EXE結尾的安裝包下載哈，下載好了之後啊，雙擊安裝，選一下你平時裝軟件的目錄，然後一路點安裝就可以了，沒有套路哈。好，第一次打開軟件，它會彈個懸浮窗出來，讓你選語言啊，這裡不用糾結了，直接就使用系統語言哈，它就變成中文了。這個時候注意看這個懸浮控制條啦，點擊前面的屏幕按鈕哈，這裡它會彈出一個小窗口啊，這個是你的錄製源了哈。注意了，這裡它提供兩種錄製的方式。錄整個屏幕，或者說錄特定的窗口哈。如果你選錄特定的窗口呢，那麼這個窗口它必須要點到前台來哈，千萬不要把它最小化縮到任務欄裡面去。軟件它不是透視眼哈，縮下去之後它就檢測不到畫面了。你看我這個界面，這裡清楚的顯示哈，我現在有一個屏幕，有2個打開的窗口。我今天就來演示一下錄窗口。點擊窗口這一項，你要想錄哪個哈，你就勾選哪一個。選好了之後，點擊下面的分享按鈕。好啦，這個畫面切過來了哈，準備工作搞定了之後，接下來看這一排設置。要把系統的聲音錄進去呢，你就打開系統的聲音哈。要講課的話呢，你就開啟麥克風。如果要錄臉呢，就開啟攝像頭。全部就緒之後，點擊中間這個圓圈錄製按鈕。屏幕上面它就會倒數3、2、1，好，現在已經開始錄了哈。在這個錄製視頻的期間，你看這個懸浮控制條哈，你要是中途去喝口水呀什麼的，隨時可以暫停。如果講了廢話，講錯了，直接點取消或者重新開始。錄完了之後，再次點擊這個紅色的錄製按鈕哈，它就停下來了，錄製就結束了哈。你點擊完成，它結束了之後，就會自動的無縫跳轉到這個編輯模式。你看頂部有文件、編輯、視圖、窗口這些常規的菜單哈，那麼我就不念了，重點來說一下這個哈。如果剛才沒有錄好呢，在這裡可以返回去繼續的錄屏，或者在這裡加載項目、保存項目。注意力集中到中間這一邊來，這是一個播放器。按鍵盤上面的空格鍵哈，或者點下面的這個播放按鈕，畫面它就開始動了。再按它就停下來了哈。下面這一堆呢，就是我們今天要做操作的地方了哈。時間軸，你看它分了5條軌道：縮放、剪輯、添加標注、模糊區域，還有速度哈。我們所有的排版還有動畫，全部就要靠這5條線了。我們先來初剪一次哈，錄視頻誰能不卡殼呢？啊，誰能不吞口水？遇到廢話怎麼辦？來按鍵盤上面的 T 鍵剪切哈，你看時間軸上它就多了一塊紅色的區域，這一塊紅的哈，就是要被咔嚓掉的地方。你可以用鼠標左右精準的拖動它的邊緣，把剛才你發呆咳嗽的那幾秒鐘全部給它罩住。現在就按空格播放，看一下哈，看到了沒有？播放到了紅色區域的時候，直接刷的一下跳過去了哈。導出來的時候，系統它會自動把這一段移除掉。你可以加無數段，哪裡講廢了就在哪裡按 T 哈。要是後悔了，不想剪了怎麼辦？鼠標點中這塊紅的，按鍵盤上面的 Delete 鍵刪掉，或者點右上角那個刪除剪輯區域也是可以的哈。好，把廢話剪乾淨了，那麼我們來處理隱私。按鍵盤上面的 B 鍵模糊，平時錄個網頁教程哈，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那個真實郵箱呢、電話號碼呢給錄了出來，重錄呢又嫌麻煩，怎麼辦？那就用它了。
按 B 之後啊，你看右邊的屬性面板這個形狀，它有橢圓形，有矩形。你拿鼠標在畫面上面拖動那個瞄點哈，想照住哪裡就照住哪裡。模糊類型有2種，帶高級感的毛玻璃哈，或者馬賽克，顏色可以選白的還是灰的哈。下面有個滑塊，覺得馬賽克不夠厚呢，拖動這個滑塊，把強度給它拉滿，誰都認不出來了哈。然後在下面的時間線上拖動這個模糊的兩頭，設置好馬賽克從幾秒出現到第幾秒消失，那麼這就搞定了。再按 S 鍵哈，鍵盤 S 鍵，速度這個功能呢非常的實用了哈。比如你錄個教程哈，正在等網頁加載或者等代碼跑完啊，畫面卡在那裡，大眼瞪小眼。那麼現在的觀眾哈，他是沒有什麼耐心的哈，3秒鐘沒動靜，人家就關視頻了。這個時候你就按 S 啊，框選出這一段等的時間啊，乾等的垃圾時間，在右側的面板把播放速度給它往後面點啊，最高支持16倍速啊，觀眾看着你刷刷刷的快進，這個節奏感它就一下來了哈。好，各位，接下來这是重點之中的重點了哈，你的視頻像不像專業博主做的，全靠這個功能。按快捷鍵的 Z 縮放哈，你要記住一個真理，觀眾的眼睛是盲目的呀，他們不會自己去找你屏幕上面的小按鈕在哪裡哈。專業的錄屏不是為了錄全屏幕，而是為了引導注意力。按下 Z 之後哈，可以看到右側它有一個縮放級別，一般默認的 1.8 倍就足夠了，除非你那個字實在小的看不見哈，那麼你可以再調高一點。對焦模式它有2個，手動和自動。那麼我先來說手動，你看畫面裡面它有一個四方形的框框，這個就相當於你的攝像機鏡頭了。鼠標按着中間啊，把它拖到你要講解的地方。那麼我給你舉一個最常見的例子哈，就是你看現在這個視頻裡面哈，我的鼠標從左邊移動到了右邊這個按鈕上面，那麼我就在鼠標剛好停在這裡的時候，按下 Z 添加縮放，然後我用鼠標哈在播放器裡面點一下這個按鈕的位置，這個攝像機啊一下就自動移過去了。最後在時間軸上面拖一下，那個設置好它的時間，需要放大幾秒鐘。好，來我們來播放一下哈。看效果，看到沒有？這個畫面它自動跟着鼠標平滑的移過去了，並且放大了哈，高級感撲面而來。可能有人要問了哈，不是還有個自動對焦嗎？那麼我點給你看一下，選自動哈，這個意思就是軟件它自己去追蹤視頻裡面的鼠標。那麼確實呀，它也實現了跟隨鼠標移動，還有放大。但是說句實話哈，我強烈建議你用手動。為什麼？因為人錄課的時候呀，這個鼠標它不老實呀，你一緊張哈，它來回的晃啊，亂甩。如果用自動的模式，這個攝像機它會跟着你的鼠標瘋狂的晃，導出來的視頻就非常的抖哈，觀眾看着頭暈。想要順滑，還是要用手動來點。好，下面還有一個 3D 旋轉哈，可以整出屏幕均線的效果。這個東西拿出來裝一波啊，秀一下是沒有問題的。但是說實話，我自己平時用的真的很少用哈，晃得頭暈眼花的。好，現在的骨架有了，那麼我們來化個妝。看右邊的面板，先打開視頻效果裡面的這個運動模糊，這是一個好東西啊！剛才不是說有些操作畫面切換有點生硬嗎？打開它就相當於在畫面縮放移動的過程中加了一層柔順的過渡哈。你要是鼠標晃的實在是過分的話，那麼拿這個功能來擋一下哈，這畫面滑動的時候呀，就會變得極其的絲滑。那麼接下來就該讓畫面離開地面了哈，把陰影給它加一點啊，直接就立體了。把圓角拉起來哈，4個石板的直角瞬間變成了蘋果的那種圓潤感哈。把內邊距也拖一下，調整你的畫面在整個畫布裡的佔比啊，不用鋪得太滿了，留那麼一點呼吸的空間。如果後面嫌空了哈，打開模糊的背景，把底圖稍微模糊一下，立馬就有了這種組織感了。再往下面看，光標高亮哈，把開關打開，你的鼠標在外面它就多了一個光圈。走到哪裡跟到哪裡哈，你可以調它的大小啊，換個你喜歡的顏色，比如弄個顯眼的黃色呀，
下面還有 X 軸和 Y 軸的偏移哈，套了太多特效跟不準，在這裡微調一下距離。但老實說哈，稍微偏一點也沒有問題，吸引觀眾眼球的目的反正是達到了哈。如果還不嫌夠的話，那麼你就按 A 鍵哈標注，你可以往裡面給它加個文字，加個圖片，甚至畫個大箭頭哈，直接對準按鈕啊，喜歡用哪個你就用哪個哈。講究一點的話，這裡還可以支持自定義字體，去谷歌字體庫裡面選個好看的字體哈，把 import 裡面的這一段連接啊給它複製出來，然後往這裡面一粘貼，檔次它又上去了哈。最後是裁剪視頻了哈，不想錄全屏，進入裁剪啊，鼠標拖動畫面四周的方框，改变大小，也可以直接在下面選這個16:9或者豎屏的9:16哈，裁掉那些亂七八糟的邊角料，然後點完成。先前說到那邊去哈，畫面縮水了，露出了背景怎麼辦？點開背景呀哈，開背景，這個系統呢，它給了3種哈。圖片、純色、漸變圖，你可以選個好看的漸變色，或者直接點自定義圖片，上傳一張你自己的品牌 logo 啊、桌面啊什麼的哈，或者風景圖啊，當個背景哈，配合剛才教你的那個背景模糊開關，你的演示畫面一下它就立起來了哈，就跟飄在空中一樣，不再是那種平平的，看起來像貼在屏幕上面的一樣了。一口氣做到現在，如果累了的話，點左上角的文件保存項目，記住養成隨手保存的好習慣了。它默認的是這個 Open Screening 格式的，或者把它改成 JSON 也是可以的哈。那麼今天沒有剪完的事情保存好，關機睡大覺，明天打開繼續剪，接着剪。如果你全部都剪完了哈，那麼就看右下角啊。如果是要發 B 站或者 YouTube 的正片教程，格式一定要選 MP4，畫質我一般選個中等的就可以了，你也可以選最高嘛。然後點擊導出視頻，看着這個進度條跑完，它就完事了。如果你只是寫文章發個公眾號的話啊，推文什麼的不需要那麼長的視頻，想要演示一個5秒鐘的騷操作的話，你在上面就把不需要的地方全部裁掉哈，然後導出格式就選 GIF 哈，把下面那個循環播放開啟，然後導出一張高清無碼還能無限自動播放的動態圖，它就有了。好，這一整套流程下來哈，相信你就已經看清楚了嘛。從一開始乾巴巴不好看的平鋪的畫面，到最後這種帶有空間感、陰影圓角還會絲滑運鏡的專業視頻，全部是在這一個免費軟件裡面，按幾下鍵盤就搞定了的哈。去試一下嘛啊，絕對讓你的視頻質量上一個台階。覺得有用的話，別忘了點讚、分享、加訂閱。有問題評論區留言哈，我們下期再見。